好，鄭麗文到上海虹橋機場，在機場沒有發表什麼談話了哈。那宋濤去接機啊。那另外呢，他說跟以前一樣會自然的表述中華民國。什麼叫自然表述中華民國？譬如說明天他要到中山陵、葉陵、孫中山的陵我去過，那個氣象雄偉，真的是很大這個很壯觀的在那麼早以前就蓋出這樣的陵很不簡單。那以前的主席在這個時候就會講了我們緬懷孫總理創建民國締造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就把中華民國講出來了。你知道你總不能在習面前一直講說我中華民國怎樣怎樣，你不是吵在那去幹嘛嘛？但是那種間接也太間接了。不管了，反正那個真的不是真的講嘛，那是歷史陳述啊。那把它陈述表示中华民国還在啊，對不對？那你可以在後面加，我们现在要继续給你發揚光大。那馬英九跟習近平在新加坡的時候，牌子也寫中華民國總統，就寫在上面了。他寫在上面了，那怎樣？不是那個牌子在的時候，習近平沒有出現。習近平退場以後，那個才不，這個黃偉安可以證明嘛？他在場啊，對不對？你基本上不管主誰客變，客隨主便，當面不要你吵架你就不必去了嘛。你去總是希望和諧一點，你去是吵架，你去幹什麼呢？但是在自然的時候還是要表述嘛。那這個鄭麗文說，當時陳水扁打個連戰跟水扁講說，我也不會增加一分，也不會減少一分，就不增加一個字，不減少一個字啦。本來這個話是這個《登徒子好色賦》裡面的，你們記得嗎？增一分，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形容一個美人。所以呢，不增一分，不減一分。那另外呢，鄭麗文說，我要跟民進黨證明，兩岸和平並不像你們想那麼難了。但就有誠意有善意，也就可以和平了。他這個意思，沒有這麼難。而且他訪問大陸以後，讓台灣變成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這口氣很大志向也很大我也講過，你怎麼沒有？那麼另外呢，你不是要去見習近平？另外呢，說因為鄭麗文事先去前去後都希望跟賴清德見個面，大家討論一下。我不是你的敵人，有這麼難嗎？見一面有這麼難嗎？都在台北，又不是牛郎織女，都見不到面，賴習會，你只想要跟習近平見面，叫習近平來喝珍奶，你連跟我都見不了，你還跟習近平會見面嗎？那另外呢，9·2共識，蘇起這次也跟着去了，蘇起有去，說本來是為民進黨設計，因為民進黨你是一直不願意這個承認老共嘛，所以呢，我為你設計就是大家各說各話。對不對？都有一個空間，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設計啊，對不對？好吧，你說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說我中華民國嘛，所以都一中，沒有問題啊，都是一中嘛。但是呢，那各以口頭表述，你講你的嘛，我講我的嘛，就是各說各話了，其實很有彈性的。兩岸之間就是要有一種創造性的模糊嘛，所以呢，蘇起也去了。那鄭麗文說，9·2你們要問9·2共識，要問蘇起好了，蘇起好了那張榮恭說呢，這個鄭麗文到大陸是獲得高規格的接待，跟尼克森去大陸、連戰去大陸是一樣的。我們看一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赴陸前島內，近20位立委抵達黨中央送行祝福，不少中常委議員以及新北議長蔣根煌都特別前來，鄭麗文也一一握手致謝。馬總統時期的國安會秘書長，尤其蘇起，大家都知道。9·2共識就要問他，我們本黨提名的作業大致底定完成，候選人坐在這裡，很高興，笑得很開心，很好。這次訪團多了2位馬政府時期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跟袁健生，也要延續過去國民黨路線。此趟預計10號正習會即將登場，鄭麗文也提出幾大目標，盼兩岸融冰，維持和平。我們當然希望對岸也能夠釋出善意，全面的交流，當然。一定是等到2028年本黨執政，自然就會開始。沒有賴政會，大概很難有賴習會啊。所以我真的很期待，我們都在台北見上一面，真的有這麼的困難嗎？即將赴陸，強調會帶回豐碩成果。鄭麗文也再喊話賴總統回來後要見上一面。兩位是，我覺得如果當然去有求和平，我覺得大家都會
歡呼，很高興。那但是我覺得鄭麗文主席這次去，除了他在這記者會上面看起來非常開心之外，他還是沒有告訴我們，他要去求什麼的和平。沒有求和平，沒關係，創造和平，那是什麼東西？對，那是什麼？對，因為他去講他有沒有具體的內容。求是要求或者是拜託，沒關係，他是創造，都可以，不管是創造也可以，好，或者是有更多的彈性空間。我是一个很務實的人，那我說，那所謂的和平是什麼？有沒有具體的內容？例如說，他是不是會簽和平協議？沒有，不行了，或者是好，那政府才能簽，這怎麼簽？這說過了，不可能，也有可能它不是一個和平協議的樣子，一個 memo 也不會，也或許我覺得如果說有實質的內容帶回來，我們才知道說原來鄭麗文講的是真的呀，他真的有尋求和平了，否則他現在講的我還是很疑惑，確實是空話。而且不要講說有和平協議好了，他要去談說，這個可不可以減少共機繞台嗎？這個軍艦繞台次數可以少一點嗎？否則，現在鄭麗文在出訪之前，只有國民黨發布了一個最新的這個影片，就是這個和平，然後可以躺平。這個就是鄭麗文認為和平，他要去求來，就是讓大家躺平的定義嗎？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不要講說一定是什麼，他去磕頭，他去怎麼樣，都不講。那他到底實質的內容到底是要求什麼？我這邊給一個建議，英國的首相施凱爾，我層級拉很高，我講到英國的首相，英國首相施凱爾去這個今年年初去這個會見習近平的時候，即便他回國是被反對黨批的這個一無是處，但是他去的時候，他還是有提到黎智英案，他有提到新疆的人權。我就問，即便鄭麗文這次出訪回來沒有帶實質的內容，那他在意義上，他有提到任何一個我們台灣人認為跟和平有相關的議題嗎？所以我再一次要強調是說，看起來鄭麗文主席想要把這一次包裝成一個跟和平相關的訴求，而且他是在出訪之前，他先公布了一個看起來要吸引年輕的影片，但是不要忘記，現在以最新的民調，台灣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其實是支持台灣要有自主的國防，要增加國防預算的。出去再回來，所以你沒有很。好吧，鄭麗文今天去大陸啊，那大家這個有不同的看法了哈。來，暐瀚怎麼看？其實過去國民黨的主席，你看哦，像這個連戰前主席，好，那當然他是現任主席就去的，然後吳伯雄、朱立倫、洪秀柱，國民黨黨主席見中共的這個共產黨的總書記，這不是第一次，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期望太高，也不要覺得說一定會怎麼樣。我倒是覺得就是行禮如儀去了回來，不會有太大的差別。第二個，剛剛為此在擔心的那個有關於簽什麼和平協議，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啦。但是我現在不知道習近平會講什麼話。好，就習近平現在目前的狀況，是不是雙方可以拿到對方的講稿？這個我是表示好奇哈，表示存疑的。第二個，因為很多媒體記者來問說，鄭麗文主席你去了中國大陸之後，你要怎麼表述？哈，就是我們的立場，或是所謂中華民國？他說就很自然。觀眾朋友，我給大家看一下哈，2023年的時候，馬英九前總統，因為他之前第一次跟習近平見面是在新加坡，所以他去了這個中國大陸的時候，他就中山陵。好，觀眾朋友你可以去查哈，因為有很多的照片，我今天就只秀2張，就馬前總統的這個。那因為他去了中山陵的時候，都會這個就是會落款，然後呢留下這個墨寶之後，馬前總統他當時是寫哈112/2023，也就是民國112年2023年和平奮鬥振興中華，媒體記者全部都有報道。當天我們台灣所有，我相信當時我們節目也有討論。可是我必須要這個跟這個聽眾朋友跟這個所有觀眾朋友報告，就是說，當天在央視還有在新華社的照片是這樣子，就是。他們是小心到連112都不能出現。好，你看到現在網絡上，你就查馬英九、中山陵、新華社或央視，你就會看到這張照片跟報道，網頁都還在。就中國大陸是小心到連沒有什麼嘛，對不對？就112而已，
他都要避開。那在中山陵的時候，馬前總統有發言，好，他講了很多中華民族，然後提到，因為中山陵嘛，講國父這個創建民國這4個字，在對岸中評社、新華社所有的報道裡面，那8個字就把它拿掉。然後呢，那個影音的部分也沒有，所以我就說了哈，因為我不會去這個認為交流不好，我也很樂見鄭麗文主席去了以後降低兩岸的這個敵對。可是兩岸的敵對現在目前狀況還是在於，對岸漸漸強大之後，他越來越急着希望台灣有一天跟香港一樣回歸，變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他對岸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上禮拜我們已經討論過一輪，就不贅述了哈。可是怎麼樣才能夠2350萬人在我們台澎金馬的你我準備1人1票選總統的這些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會希望的維持現狀是我們繼續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然後台澎金馬的民主自由，這2個完全都不動。台灣也不要循香港模式有所變化，維持現狀，然後兩岸還可以借由這一次的正習會之後，降低了戰爭的風險，或甚至我們就沒有戰爭的恐懼，以後他就不會對我們動手了。那樣子的話，我覺得就會讓國人朋友覺得很好，而且會支持。但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跟去之前的狀態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我也不會覺得說就會改變我們台灣多大的一些政治的形勢啊。來，鳳琴，好，張榮恭說這一次鄭麗文的規格很高。坦白說，我也確實在看到邀請函的時候，就是那個新華社發表的邀請函的時候，我確實也有嚇一跳。我認為規格是高的，因為他是習近平，他當然是用對等的方式，用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他是用共產黨的。等於是有黨主席的身份，然後去邀請國民黨的黨主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很刻意的去做到那個對等。那麼這個在過去來說的話，其實是少見的。好，第二個部分是剛剛這個魏慈提到了這個英國首相施凱爾的例子，我想提醒魏慈的地方是，他剛剛所提的施凱爾所說的所有，不管是黎智英的話、新疆的話，他都是私下說的，然後他跟國會議員講說，我講了。然後呢，國會議員追問他說，那你有沒有去問對方到底要怎麼樣回應這些事情？他說，我不是去吵架的。那你希望說鄭麗文的表現跟施凱爾一樣嗎？我想，那你可能要求反而更低了一些。但是我現在回頭來說，我覺得鄭麗文呢這一趟，他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其實為什麼要拿來跟連戰的時候比？因為連戰是第一次，而且連戰那個時候確實兩岸兵凶戰危。可是呢，這一次呢，你說中間呢，吳伯雄也去過啦，朱立倫也去過啦，洪秀柱也去過啦，馬英九也去過啦，也都見過面啦。好，那有什麼不同？不要忘了，其實從2022年之後，兩岸之間其實那個緊張態勢就大幅度的升高。裴洛西來台灣之後，其實繞島、圍島演習等等等等這些軍事上面的活動，它最重要的引發的是全世界都不安。經濟學人已經連續幾年點名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區域。我們從烏克蘭戰爭，我們從加薩走廊的戰爭，我們從伊朗的戰爭，3場戰爭，我們都看到了戰爭的摧毀、戰爭的代價。然後每一場戰爭只要一爆發，全世界就開始問說：哦，那台灣你這邊該怎麼辦？大家就在問說：那台灣有沒有人移民啊？台灣有沒有人把資金移出去啊？台灣的未來該如何啊？等等等等，不管是要求我們打扮成為豪豬也好，或者是看我們是整個呢就萎縮啊，就大家都很擔心的一個情況，就是全世界都在擔心台灣。我們是處於現在這個時刻點，我們現狀早就改變了。我們從一個相對和平的現狀，全世界沒有人擔心台海之間會有戰爭的現狀，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世界都擔心進入準戰爭的狀況的一個台海現狀。現狀沒有改變嗎？現狀當然改變了。所以這一次，坦白說，這不是鄭麗文個人的問題，就是說個人的部分，他的表現的細節啊，你要怎麼樣子，要小心一點啦，你這要如何如何啦，等等等等的，我们都可以有1000種的建議。但對我來說，如果這個時間點我們都還不能去創造和平的話，那我請問各位，難道我們真的要接受戰爭的現實嗎？所以不管任何人做這樣的努力，我都祝福，而且我都期待。因為我很期待是，他能夠真的做到台海沒事，亞洲沒事，全世界沒事。台海沒事，亞洲沒事，全世界沒事。所以要創造什麼樣的和平？
創造的就是有一條和平的路，而台灣這邊有人堅持着。它不會是全台灣2350萬人通通都接受的一種模式，至少民進黨不接受。民進黨而且還會雞蛋挑骨頭。哎呀，你的衣服穿得不對。哎呀，你笑得太開心了。哎呀，你不應該搭這個航空公司。哎呀，你不應該去這一趟行程。哎呀，你這句話說錯了。哎呀，你那句話的逗點逗錯了。但是，我希望讓我們理解一件事情：當 NBC 美國媒體 NBC 要去專訪鄭麗文的時候，他就凸顯了一件事情。全世界渴望和平，因為從2022年開始，3場戰爭已經把全世界打怕了。那我們要告訴全世界，兩岸是有能力創造一條和平的道路，但不是台灣跪的那條道路，而是在維持中華民國身份的情況之下的那一條道路。就鄭麗文能夠去啊，他能夠這個，就是國民黨能做的事不多了，那不是執政黨嘛。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对，但是他可以去表達，至少代表說台灣相當大一部分人的民意，对，对不对？不是台灣人都是2300人都是台獨啊，不是啊，那你打我幹什麼呢？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不是台獨，我就不是外國人嘛？那你不是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對不对？就算這個中國人的定義不同，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我是中華民國國民，那我們認為都是中國人，那你不是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你習近平自己講的、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了、啊，哦。那另外就是代表台灣相當大一部分人對和平的期待。我相信，就算主張台獨的人，他也不想打仗了。就是基本上和平是2300人共同的期待。至少我鄭麗文可以把這個期待帶過去。那另外一點就是說，今天美國川普這樣搞過來搞過去，一下打這，一下打那裡。那今天好像大家覺得，哎，中國好像是中流砥柱了，哦，是這個在維持和平一個很重要的力量。那如果說你中國是全世界維持和平很重要的力量，那台海不要和平嗎？台海和平不是更重要嗎？如果台海沒有和平，你還有世界的和平呢？對不對？你世界和平至少從台海做起嘛。別人都說台海很危險，台海很危險，台海危險是我台灣打你大陸嗎？當然不是嘛，意思是你大陸打我台灣嘛。所以那既然如此，台灣的和平就你不打嘛。當你不打的時候，這個你在說在全世界我要做一個和平的領導者，大家才相信嘛。這也是為什麼鄭麗文這次去，很多外國媒體很重視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嘉義市啊，今天呢，張啟凱啊跟翁醫生呢，他們做民調，張啟凱勝出啊，因為嘉義市是民主聖地啊，所以呢，這是第一個藍白合作，因為新北都還沒決定嘛，李四川跟黃國昌都還沒有出來，還沒有到了怎麼這是怎麼樣做民調都還沒出來哈，所以這是一個藍白的，說是一個藍白的示範區。那民進黨已經提名了王美惠立委，就是很強的蠻強的所以嘉義是場硬仗哈。那另外呢，這個張啟凱當場的邀請翁壽良醫師。但是他的競選總部的主委好像翁醫師沒有當場同意了哈。翁壽良很聰明啊，那另外呢，叫市長來才對啊。那另外呢，張啟凱這個代表藍白選嘉義市，黃國昌說一定會延續黃敏惠的優秀政績因為黃敏惠在那邊是連任這個市長，而且那邊這個聲望很高了哈。那我們看一下。嘉義市長的藍白合民調在今天上午揭曉了，而最終是由民眾黨提名的前立委張啟凱勝出，他將代表藍白聯盟來對決民進黨提名的立委王美惠。不過張啟凱也說了，這不僅是為嘉義的選舉寫上了首度藍白合的合作新頁，同時也讓民主聖地成為了藍白合的示範區。王美惠沒有那麼強，我跟壽良也沒那麼弱，尤其是壽良跟我加起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打敗王美惠。其實現場呢，國民黨提出的市長候選人就是翁壽良醫師，他也在現場，而張啟凱也直接邀請他擔任競選總部的主委。只是呢，這一次2026的選戰，由於民進黨的候選人王美惠已經在地方跑了一段的時間了，所以現在呢，陸戰張啟凱也說要趕快跟上。之外呢，如今嘉義市成為這一次2026選戰藍白合的第一個示範區，接下來就等待新北市還有宜蘭縣何時開始做民調跟民調結果。來，貝翔，這個怎麼看？啟凱啊，嘉義，我禮拜六有下去，我上禮拜六我有下去，我自己下去陪他車少，陪他那邊在太陽下曬2個小時。
我是覺得我去看過去的時候，當然這是因為在初選。那初選的話，嚴格講起來，知名度、曝光度夠高的話，比較有優勢。所以那天晚上其實有風聲說翁壽良贏了，我覺得我個人覺得這應該是假消息。不過後來今天禮拜二出來，結果跟我想象的一樣。那老實說，我認為說這整個狀況下來的話，還算平和啦。我覺得說在嘉義市的初選這一塊，當然初選跟大選完全不同，這點我是完全認同的。但是說真的，以齊凱的狀況來說，他不當立委之後，對他真的是比較辛苦，這點我們很清楚。但是他本身在這2年之內，尤其是在這個國會這一屆第11屆的立法院，其實應該算是我以前20年前我也在立法院當過助理，那這11屆的立法委員真的辛苦程度比當初第8屆、第7屆、第8屆辛苦的很多，所以有辛苦就有代價，就大家也成長得很快，包括曝光度、知名度、對議事規則的了解，所以我覺得齊凱當然對上王美惠是絕對的硬戰，但是你說完全沒有機會，我覺得也不會全然盡然，因為重點還是在於說王美惠她當了16年的嘉義市長。那他這當16年嘉義市長，他如何再去把他這個做整個動員整合各方面的事情？我覺得這其實都是我們要去很審慎評估的，因為畢竟選舉還有230多天，如果我記得沒有錯，230多天很多事情可能會發生。那你說完全的優勢是不是存在呢？我覺得選舉沒有絕對，所以說與其說我看好張齊凱，倒不如說我覺得整個狀況其實並沒有大家想的說那麼的一致性。黃敏惠因為4年，中間又停了，又再4年，所以為什麼講停8年？為什麼講16年的原因在這個地方哈？對了，就是張齊凱的吃虧的地方是因為他現在沒有公職哈。就民眾黨這個2年還就要去選舉沒有一個公職在身上。我聽說哈，他在嘉義市有一次公祭哈，連那個清潔隊都排在他前面。對啊，他是個老百姓，什麼都不是啊。當地清潔隊的一個幹部都排到前面公祭，我也參加過，我也開玩笑，也不是開玩笑了，我就出來也跟他們講說，其實我是沒有那麼在乎，但是時間嘛去先市長、議長、這個立委、議員，已經1個鐘頭，我這個地方也沒有叫到我這邊等1個鐘頭，不然你什麼職位也沒有啊，好吧，除了這個以外，沈伯洋昨天說今天民進黨要提名了，但是現在說又可能會暫緩了，那為什麼？我們看一下。民進黨一定會在首都派出最強的人選。那現在對我自己來講呢，最重要的事情，我現在也是黨團的幹部必須要聚焦在不管是接下來已經被延期的這一個軍購，然後以及現在很重要的習政會。民進黨拍板定案前，人人有機會。老沈，你怎麼覺得沈伯洋有沒有可能在台北選？講沈伯洋以前，我要回到嘉義市。你說嘉義市是藍白合作的示範區，這個肉麻，你知道嗎？這聽起來真的有點想吐啊！因為全國藍白可能合作的區，除了新竹高虹安是個特區以外，沒有一個地方國民黨的候選人是比民眾黨的弱。嘉義是一個例外那你看嘉義黃美惠當市長當那麼久，連一個接班人都培養不出來，市長的責任是蠻大的。而且你說藍白合作，你台北聲量最高的羅智強跟徐巧芯自動請到嘉義市去站台，去替他們助選，不要翁壽良，要張齊凱。你當然說張齊凱的立法院是你們的同事，翁壽良就平時沒有交情，可以做到絕到這麼程度啊？但是翁壽良沒有意見哦，翁壽良一點反彈都沒有。你看他是真的我們一屆的君子了，因為我也不認識他。但是他君子到這個張齊凱贏了以後是要請他當黨部的這個競選總部的主委，他的回應也很好，他就說其實再說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人，他認為自動推薦說合適的人應該是黃美惠市長，對當然是市長。所以你這個翁壽良是國民黨擺出來擺樣，就是充數讓齊凱也能夠這樣名正言順的，但是這個是示範區嗎？作為示範區的條件，第一就是民進黨的候選人太強了，你選只是擺樣子的；第二個，你藍白合的2個候選人，一個是中弱，微弱的弱；一個是中弱，一個是大弱。你中弱跟大弱有什麼好比的？你中弱贏過大弱你中弱再跟很強的比，這個講的吹牛裝配要公開水當當。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就是不怕得罪人，這個我就是受不了，何必演這種戲啊？演得太過分，讓我難過。哦，那個沈伯洋的事情，我覺得台北市就民進黨的基層的建議來講，是跟中南部是很不一樣的。台北市其實民進黨的基層，比如說文山區，文山區的我就覺得很喜歡沈伯洋。哦，那你其他的區，像比如說這個大安啊、信義啊，這些區不見得了。所以其實是有兩股力量，這個現在不太見沈伯洋來選的這股力量做最後的反撲啊、反彈啊，講的他們不喜歡的，我想這些這是要什麼會？你們民進黨要選對會，恐怕也有一部分聽進去了，覺得說這個恐怕不妥。我覺得這個恐怕不妥，聽進去了，所以呢不敢。現在恐怕又要做第三人想，但是你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要，你要搞到一個能夠帶動選情，能夠雖然輸也能夠把這個蔣萬安堵住，讓他不外溢。台北是真的民進黨有這樣的人嗎？你看人多了，沈伯洋、鄭麗君、吳怡農、范雲都被討論，王世堅哦。好吧，我們寫這邊沈富雄，他考慮我就入黨，他考慮我就入黨。民進黨說現在很謹慎在布局，對啊，老沈自己請纓很好啊，所以呢，莊瑞雄說沈伯洋，我們民進黨人才濟濟，沈伯洋是大帥哥，范雲不得了，人才多到傷腦筋，不知道怎麼辦。人才多到傷腦筋，來這個鳳雲。啊，其實，在國民黨內很多人，我都聽到他們希望沈伯洋能夠來參選台北市市長。那我覺得這裡面當然反映出來就是民進黨他在台北市的難產。可是呢，台北市啊，他的這個候選人的難產，他會反映到的會變成全國現象，因為台北市是首善之區，然後它是全台灣媒體最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台北市市長的選戰它是有外溢效應的。這就跟在2014年的時候，那時候的那個選舉，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這個柯文哲，然後就影響到，那麼國民黨其實在桃園市也輸了，基隆市也輸了，然後就連新北市那時候朱立倫對上游錫堃都只有小贏啊，所以他那個外溢效應是很明顯，所以這就讓民進黨自己傷腦筋。但我對於張啟凱出現這件事情啊，我當然跟大佬的看法不太一樣啊，我想說明一下，就是說。因為無論如何，其實現在所有的縣市當中，那國民黨跟民眾黨挑出來作為要去做民調，然後來決定候選人的，其實就是嘉義市，然後這個宜蘭縣跟新北市。那高虹安的部分就是直接禮讓了嘛，哈。所以這三個縣市，如果最後比出來的結果全部都是國民黨的，坦白說，你說這樣子的一個結果，對於藍白合也不能說他。一定很傷，但一定會有很多民眾黨的支持者會覺得說，那你們都不讓啊，一個也不讓啊，但你直接讓也是不對的，那總是要讓民眾党最強的有機會可以表現，所以這一次的結果，我其實已經在網絡上面看到有民眾黨的支持者在喊說感謝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們，那麼表達了大度量，然後在過程當中去挺張啟凱。那這個當然對於年底縣市長選舉當中屬於國民黨的縣市長候選人要去拉攏民眾黨的票，當然是有幫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不講什麼示範區或不示範區，因為本來說三個都是示範區嘛，而是說他確實展現了一件事情，這裡面沒有分說非要哪一個黨，而是他真的尊重民調結果。而且國民黨已經決定了，國民黨中央決定了，就是說。在這些區域，藍白是可以跨黨助選的，對，包括議員哦，對，都可以跨黨。就既然合作了，就跨黨。所以國民黨的委員去替張啟凱站台，國民黨中央是開放的，是沒有說不行啊，一定要幫翁醫師，其實沒有的。休息再回來。翁碩的。好，徐巧芯2年以前，曾經有一個叫做印太經濟框架 IPEF 密件外泄，其實這到底有多密，我也很好奇啦。但反正寫個密就是密啦，
那說呢，把徐巧芯正式列為洩密罪被告。哦，那當時在徐巧芯在議員要選立委的時候呢，公布了一份這個所謂的機密文件，說民進黨政府呢會開放萊豬叫輔導食物哦，當成加入 IPEF 的籌碼哦。那說2026年底，因為他密有一個期限才能解密哦，他這個2年以前就把它這個講出來了，那這次又過了，所以就又有人告發，所以呢要重新調查。徐巧芯說：“我不怕，我不會因此呢停止監督，該監督還是要監督哦。”那另外呢，羅智強就說呢，列了一堆國民黨被罷免的啦，哦，被抄啦，哦，你看抄了這麼多，抄，國民黨黨部抄，哦，這些呢，當時呢要罷免民進黨這些提案人等等哈，然後呢，把這個除了柯文哲被關，還關了一堆人哦，很多比如說這個很多黨部的主委啦、書記長啊、什麼組長都被關了，但是呢民進黨這些放了，逃哦，這些人就棄保潛逃等一大堆，所以羅智強就列了一個名單出來哈。那另外呢，陳佩琪說呢，司法在踐踏柯文哲，柯文哲現在像螻蟻被埋在沙裡面去哦，而且呢，陳佩琪說，當時檢察官來搜索他們非常不客氣哦，拿出了2個牛皮包，還說呢，陳醫師你真有錢吶，買這麼貴的包。那陳醫師說，這個包哪裡買的？市場買的，每個只有1-2千塊哦。他說我這個工作30幾年當醫生，還買不起1000元、2000元的包嗎？檢察官反正要找你麻煩的時候，就可以想盡辦法找了。不是貨，好不好？陳佩琪說，有人問要不要代夫出征了。陳佩琪說，我已經65歲了哦，這個所以呢沒有選舉從政的使命，我不會想要選舉。我們看一下。4月的時候，我方的代表包含蕭美琴等人，他們就已經知道了我們吃的萊豬，我們開放的福食，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代價，但是美國仍然不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2023年要競選立委的徐巧芯公布一份台美貿易談判 IPEF 文件，揭露當時政府將開放萊豬福食當成加入 IPEF 的籌碼。政院因此譴責公開文件會損害國家，基隆議員鄭文婷因此告發徐巧芯違反洩露國防以外機密罪。如今此案時隔將近3年，近日積極調查，遭國民黨立委紛紛質疑是否是為大選用司法剪刀力量先清算徐巧芯。選在此時此刻啟動了，這是故意要辦，用政治來追殺在野黨。最近又傳出要全面性的來獵殺，以便於在2028年選舉前，讓某些人失去了參政權。羅智強也發文說，北檢這次重啟舊案，就是賴赤剪掉將清算之刀指向徐巧芯。對此，徐巧芯回應，案子目前都沒起訴，就奉化至此，否則痕跡明顯。儘管檢察官在庭上有要求他不得對外發言，但他從政以來揭露的，皆是以監督政府，讓民眾了解真相。他不會因此停止監督，更說未來這種案子恐怕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如果失去勇氣，那行政權就會更加無法無天。不過，案件的告發人鄭文婷倒是秀出證據，說此案在去年3月18號就有要求他補件開庭，一直都在調查，只是一直都在查。在去年3月份，地檢署傳喚我到庭，那我相信，徐巧芯自己有沒有洩密，自己最清楚。如今雙方各說各話，但這時機點檢調出招，也不免讓藍營多些想象空間。來，我看。我覺得哈，我們不管是議員或者是立法委員，哈，這監督政府是天經地義，而且中華民國第一個無罪推定。那為什麼現在出現這個問題？就是說，當立法委員他拿到了政府部門的機密文件的時候，不管他的機密內容是不是已經被報道，我是覺得有很多種方式啦。我坦白說，就是說，可能這個委員他的問政方式，因為也有其他的立委可能有看到相關的文件，但他可能用開記者會的方式，他不用把它拿出來公布，所以就有沒有涉入到說可能洩密的部分？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上禮拜談的那個朱正奇，他說我去講那個美國議員來，也是被媒體都有報道，但是如果你有去拍到那個文件的話，那可能就會有問題。那現在就是，反正現在看起來，最後會不會處理？處理以後，國會議員可不可以針對好，比如說我們政府部門外交部給他的相關文件，把它拿來做質詢？我覺得可以。但是可不可以把它拿出來？好，就是公布那個內容，我覺得比較有風險一點，就看後續的這個司法檢調怎麼查。沒問題。
其實這個案子因為現在也還沒有確定要起訴啦。好，那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剛才看到就是那個羅智強委員已經把它定調，就說是這個又是賴清德政府出手。我覺得這樣的說法真的是不太好啦。你如果要把所有的這個司法案件羅列清單，就說这個都是這個當政者好來處理，我覺得這個對每一個執政者都不公平。而我覺得我們司法系也不應該是用這樣子來被做檢視哦。那當然。檢調還是可以來做檢視，那我們就依照就說，那接下來假設有起訴的內容，是不是就剛才像這個暐瀚哥講的，是不是真的有他這個洩密的空間？我覺得到時候確實大家是可以來討論，但現在講說什麼先用貼標籤的方式，我覺得這個都太糟了。他現在被列被告了，有列被告了，老沈是這樣，我等一下我引用你的話，因為徐巧芯是很努力的人，很努力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他，直到後來他出了事情，所以呢，他的仇恨值，我們現在都濫用仇恨值這句話。我覺得沈伯洋沒有仇恨值，徐巧芯有沒有仇恨值？有，因為他是蜜獾呢，他自詡為蜜獾，蜜獾就是咬了很多人，那你咬過的人難道不恨你嗎？所以呢，會找他麻煩的人自然多。所以我套用你剛才講的話，這有什麼關係？找我麻煩，我捲入很多官司。我才好啊，當政治人物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嗎？這是你講的。來，鳳姬，我先說明一下，就是呢，因為我當記者這麼多年，我当然也會在採訪的過程當中，我會取得密件啊。那取得密件，我先說明一下，就是提供我密件的公務員，他確實是有責任，因為他有保密的義務。但是我作為一個媒體記者，我其實並沒有保密的義務。這邊要分清楚，所以同樣的，作為民意代表，他有監督的義務，但他並沒有要保密的義務。但是我們通常不會提供文件的本身的原因，是因為避免提供我文件的公務員他被追查到，所以我並不是那個保守這一份文件機密的人，這一點必須要分辨清楚。然後第二個部分是，這件事情本來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案子。不管是要起訴不起訴，2023年早就應該要有一個定論了。那這件事情整個的情況是那麼單純的情況下，拖到現在還在列被告，我很想問台北地檢署，你要不就是無能，要不就是怠惰，要不就是你選擇時機辦案。